刘家辉被叶晨这一番话吓得险些昏厥，他心里惶恐无比的暗忖，钟云秋那个败家的儿子招惹了叶晨，就被叶晨敲诈了10年100亿美元。我20年前就得罪了叶晨的爸爸，而且还出尔反尔，照这么看，我这个罪过是比钟云秋大多了。想到这，他声音几乎带着哭腔，连声哀求道：叶先生，都怪我刘家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在下是真的知错了。在下愿意连夜飞到您父亲叶长英叶先生坟前磕头赔罪，也愿意给阿忠磕头道歉，只要您能原谅我这一次，从今往后我绝不再为难阿忠，以后阿忠就是我刘家辉的异姓兄弟，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刘家辉的，一句话，我刘家辉一定尽力而为。叶晨冷笑道：刘先生，你我认识也有些时日了，你觉得我叶晨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？刘家辉哽咽道：叶先生，求您看在我如今也一把年纪的份上，就饶了我这一次。叶晨又问他：那你觉得我叶晨是这么仁慈的人吗？你一把年纪了，钟云秋难道就不是一把年纪吗？难道他那把年纪比你这把年纪少了吗？刘家辉眼见叶晨咄咄逼人，似乎根本不愿给自己通融，只能开口道：叶先生，求您看在曼琼的面子上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曼琼？叶晨笑了笑，认真道：曼琼小姐确实是一个好姑娘，而且她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，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，但她却能时刻恪守自己的承诺。顿了顿，叶晨又道：他10几年前就给小吃街档口的摊贩们承诺过永不加租，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。你呢？你有做过什么连续10几年恪守承诺的事情吗？刘家辉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。叶晨继续道：刘家辉，关于你恪守承诺的事情，你要是能说出个1、2、3来，我也可以考虑对你从轻发落，但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就别把曼琼小姐拿出来做挡箭牌了，毕竟你今年也是个50岁的老人了，遇事还拿自己女儿做挡箭牌，传出去难道不怕被人笑话吗？刘家辉表情如苦瓜般难看至极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究竟有哪件事能真正做到恪守承诺的。想来想去，他也不知该如何应对，只能看着叶晨可怜巴巴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您说的这3件事都是在下的错，在下也不敢狡辩，只求您告知在下，究竟该如何才能弥补。叶晨淡然道：如何弥补，还是你自己来说吧，你让我看看你这个人悔过的诚意究竟有几分。刘家辉一时语塞，真让他自己说，他可没有那个胆子。要是诚意少了，叶晨肯定不会答应，甚至有可能因此震怒。要是诚意多了，叶晨或许会答应，但自己恐怕要肉疼至极。思前想后，他支支吾吾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在下愿意未来20年里每年拿出1亿美金，用来弥补在下过去20年所犯下的错误，您看如何？说罢，他一脸忐忑地看着叶晨，生怕叶晨忽然发飙。一共20年，拿20亿美金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一笔巨款，但刘家辉心里明白，对叶晨这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要知道，钟云秋为了换取叶晨的原谅，答应了10年100亿的要求。20年20亿与10年100亿，这里差的可不只是100亿与20亿的5倍关系。如果考虑多出10年周期的利率，以及多出10年通胀的因素，他这20亿其实充其量也就是钟云秋的1/8，甚至1/10。所以当他主动说出这个价码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是极为忐忑的，生怕叶晨一个不满意立刻翻脸。叶晨这时候面无表情地看着刘家辉，心中早已经看透了这个家伙的本性。
别看他整日跟谁都笑嘻嘻，其实这老家伙就是个标准的守财奴。有钟云秋的前车之鉴，他还能开出20年20亿的价码，这摆明就是要钱不要命。不过叶晨也并非真的想要他的钱，对他来说，他现在只有2个要求，一个是要让刘家辉为当年违背对父亲承诺一事付出代价，一个是让他为钟叔拿出补偿。第2件事可以用钱来解决，但第1件事绝不是钱的问题。他叶晨也不会借父亲的名义去找刘家辉4亿敛财。在叶晨看来，第1件事必须要让刘家辉付出钱财以外的代价，包括但不限于人格、尊严以及身体上的惩罚。只不过他还不想这么快就让刘家辉松一口气，这件事必须要先给刘家辉足够的压迫，先把他吓个半死，最后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。于是叶晨看着他冷声道，刘家辉，你觉得你跟钟云秋谁的罪过更大一点？叶晨的话让刘家辉吓得连嘴唇都一片惨白，活像一个刚化完死人妆的活死人。他最怕的就是叶晨问出这样的话，这也就意味着叶晨对他的惩罚要以钟云秋为标杆。如果我的罪过比钟云秋小，那倒好说，如果我的罪过比钟云秋大，那我的赔偿金额也一定不能低于钟云秋的标准。那可是10年100亿啊，而且还是美元。方嘉欣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也没给他1亿美元，这姓叶的忽然窜出来就让我拿出这么多钱，这比要我的命还让我难受啊。可是他实力强大如斯，我怎么惹得起他？别说万隆店了，就连洪门的洪元山我也招架不住啊。想到这，刘家辉整个人惶恐的抖如糠筛。此时的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叶晨的问题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对叶晨死去的父亲出尔反尔，等于是对他父亲不敬。按理说这罪过比钟云秋教子无方要大得多了，大1倍也不止。可是这话让他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？这话一旦说出去，那可就是大把大把的钱啊。想到这，骨子里爱财如命的刘家辉整个人崩溃大哭，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道，叶先生，求您看在下一心悔过的份上，给在下一个用实际行动赎罪的机会，我愿到您父亲坟前跪上3天3夜，以此表达我的忏悔，同时也祈求他泉下有知，能原谅我年轻时犯下的错误。说完，他看向陈兆忠，认真道，耽误了阿忠20年青春，我愿以全港岛职业经理人最高的收入为标准，赔偿他20年收入。叶晨听得笑出声来，哎呀，刘先生，你可真是算得一手好账，全港岛职业经理人最高收入1年也不可能超过1-2亿港币，你这20年也就40-50亿港币到头了。你刚才还说20年20亿美元，现在变成10亿美元都不到，你这钱还越报越少了，是吗？刘家辉吓得浑身一颤，连忙道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叶先生，我愿意去您父亲坟上跪3天3夜，再分20年拿出20亿美元。叶晨看着他玩味一笑，故意吓唬他道，我开个价吧，10年200亿美元，你要答应我们就往下聊，不答应就不用聊了。